有些姑娘来找对象，那都是牛逼哄哄啊，觉得自己买上房了，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啊，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，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啊。上午呢，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，真的是做梦来的，一上来就跟我说啊，自己条件特别好，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。听到这儿啊，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，小板凳啊都端好了。这姑娘介绍说呀，自己啊是91年的，身高有160左右吧，体重在110斤上下。这个私企工作，年薪在7万左右，父母都退休了，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。听完我就纳闷了，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，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，他立马笑了一下，骄傲的跟我说呀，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，一问呢还在郊区。说完还跟我感慨呀，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，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，何况她还是女人呢，尤其珍贵啊。我问他贷款有没有，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，花了10多万，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，商业贷了将近100万，还30年，月供啊5000多，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。听完那一瞬间，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，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。多少？5000多？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！我是佩服的啊，掏肝掏肺啊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？他说啊，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，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？他听完说呀，那怎么可能呀？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。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？他说不行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，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。我又问他，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？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，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，用不着我爸妈去还。听着这感情啊，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。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，他说啊，年薪20万以上，工作体面，有车有房，市中心学区房，面积不能低于140平，有眼缘的男士。听完我立马秒回啊，帮不到啊，而且你这32岁啊，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，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。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，说她买上房子之后，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，值得更优秀的男士。我问他，我说有一位男士啊，年薪20万，硕士学历，国企做管理的，他房子有140多平，但是有房贷，需要还20年，月供7000多，你愿不愿意？他一听啊，那不行，他房贷7000，再加上我房贷5000，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，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哎呦，听完我就笑了，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，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，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？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？听得我也是不爽，就给怼回去。你看看你自己，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，每个月那点工资啊，还贷都费劲儿，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，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，你不是在做梦吗？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，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！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！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，二没有出租收益，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，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，要么就是个傻缺啊。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，可以啊，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。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，结婚前自住，结婚后用来出租，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，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，又或者你付了首付，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，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，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。反之，贷款30年，月供几千，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，这根本不现实。人性啊都是自私的，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，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。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，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，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。时光飞逝啊，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。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，这现实生活中啊，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，那还是有很多的呀。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，他是92年的，个子不高，也就最多170吧。高中一毕业呢，就去新疆当了兵，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。家是农村的，父母赶集啊，做点小买卖，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。给他介绍对象啊，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。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，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，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，就直接拒绝了。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，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，是一名护士，个子也不高，在155左右啊，很瘦。
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，我还问过这姑娘啊，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。当时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也不高，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，既然都是普通人，那谁也不嫌弃谁嘛。就这样呢，两人呢见了个面，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啊，就相处看一看。之后几天，两人呢见了双方的父母，终成眷属。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啊，简直了2个多小时呀，把控全场呀，狂嗨2个多点，简直是啊，狂拽炫酷，邪魅霸道。哎呀，我捧哏捧得太累了啊，最后不得不打断他呀。这男士呢是90年的啊，这个做销售的，年收入不明，我就跟他沟通啊，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。好了，开始了啊。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，关于学历啊，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从小到大啊都没有认真学习过，但只要他想学，那成绩啊就能好到让人羡慕。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啊，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，而那道题呢，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啊和学生啊都做不出来，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啊。从此啊，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，给他穿小鞋儿。总而言之啊，简直就是天赋异禀，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啊。但由于啊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，再加上这个数学啊只做难题，导致最后啊自己高考失利啊，才考了40多分，只能上了个大专。如果啊当时再努力一点，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。哎，学历这事儿啊，我大概是清楚了，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。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啊，虽然是专科，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啊，从来都不去上课，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啊。接着呢才讲到工作，他做销售的，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呀，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啊赚太多钱啊，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。我问他，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啊？他说啊，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啊，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啊，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，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，他一天能卖上百张，这整体核算下来，一个月至少7、8千块钱。听得我是目瞪口呆呀，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。我又问他，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啊？他一听啊，喝了口茶说呀，想当年啊，自己年纪轻轻啊，月入那么多的时候啊，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，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啊，有的呢是这个3、400平的别墅，还有呢有1、200平的洋房。当时啊想着一次性付款，后来又担心啊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，这跳水了怎么办？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，于是啊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啊，贷款了50多万，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。这关于车呀，他说这个人呢总是要返祖的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呢不喜欢这个城市啊，愿意去乡下种地？同样车也是，那是反人类的东西，多少人上班迟到，多少人堵车呀，所以我选择坐公交。关于他的生活圈子、家庭圈子啊，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，总结一下就是啊，他不仅自己牛，他的朋友啊也是各种牛啊，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。哎呀，我跟王八们啊在边上呢直接就听呆了呀。最后呢，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啊，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，我就直接拒绝了他，明确的跟他说啊，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，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，改改口嗨的毛病，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。口嗨不是病啊，嗨起来嘿嘿嘿要人命啊。